台湾生育率倒数第一，有严重的少子化危机。但你知道吗？就算生了小孩，还是有其他的危机等着家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台湾幼儿园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台湾幼儿园的虐童事件层出不穷哦，有小孩因为吃饭太慢就被老师赏耳光，有小朋友因为尿裤子就被老师抓起来当人肉拖把拖干尿液，甚至还有幼儿园呢把小朋友的头按进水里面，或是强迫吃发霉的点心。这事件引起了大众关注跟愤怒，也让很多的家长选择幼儿园时战战兢兢。但虐童风险之外哦，家长们选择幼儿园还需要考量送托时间以及费用的问题。比如说呢，公立幼儿园通常比较守法，价格也比较亲民，但名额少，下午4点就关门，不适合双薪家庭。私立幼儿园呢，虽然可以托育到5、6点哦，但每个月要1万多到2万元，很多家长都大喊吃不消。近年来，政府跟私立幼儿园签约，推出了准公共化幼儿园，既可以延长托育时间，费用又相对便宜。但你知道吗？在6都的准公幼当中呢，每3个就有1个曾经违规。送小孩上学为什么要操这么多心啊？到底准公幼是什么？为什么台湾的幼儿园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真的可以解决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新的一年又即将开始，原子习惯说，天才不是生来的，而是日常教育出来的。芒狗狗系列绘本透过日常故事引导孩子未来所需要的能力，现在更推出套组绘本，官网独家68折。从人际关系、生活自理、健康饮食到永远玩不腻的寻宝游戏组，还有我们精心挑选的人气精选组，一次打包19本全套组更是只要6折。植入积极推荐还在9折哦，现省3800元，全网最划算。农历新年前下单还送限量芒狗狗红包，赶快点击资讯的连结吧。目前台湾幼儿园呢，大致可以分成公共化幼儿园跟私立幼儿园2大类。首先，在公共化幼儿园这个分类当中呢，包含了公立幼儿园以及非营利幼儿园2种。公立幼儿园是指政府或公立学校所建立的幼儿园，由公家机关直接经营；而非营利幼儿园呢，是政府跟公益法人合作，由政府提供土地、建物或是设备，公益法人来营运幼儿园。再来是私立幼儿园，由私人的业者经营，师资安全性等项目呢，必须要符合相关法规。从经费来源来看，私立幼儿园又可以分成2种，跟政府签订合约，部分经费领取补助的呢，叫做准公共化幼儿园；经费由业者自行筹措的，就是一般私立幼儿园。那以上4种幼儿园的收费落差很大，其中相对低价的是由政府经营或补助的幼儿园，收费由低到高，分别是公立幼儿园月缴上限1000元，非营利幼儿园上限2000元，以及准公共幼儿园的3000元。那如果是第2胎或是以上的小朋友，还会有不同程度的减免。而至于一般私立幼儿园呢，会根据各家不同的教学特色、课程丰富程度、餐点品质有不一样的收费，平均1个月的费用呢会落在1到2万元之间。那虽然就读一般私立幼儿园的家长每个月可以再拿到政府的育儿津贴，但扣除掉津贴还是要负担5000到1万多的费用，有不小的经济压力。所以大多数人呢都会优先考虑公幼非营利跟准公幼。根据2023年儿福联盟的调查报告，公幼是所有家长满意度最高的选项，不止学费便宜，师资稳定有品质，也比较不会违规。但很多家长抱怨说，公幼根本看得到吃不到。先不说数量呢，只占全台幼儿园的35%，想要上公幼通常还要抽签。就算真的读到了，公幼4点就放学，寒暑假呢又放1到2个月，这段时间小孩是要放到哪里？所以很多家长即便喜欢公幼也不会把它列入选项，转而考虑呢这个接送时间比较自由，寒暑假也大多有开的非营利幼儿园。不过非营利幼儿园更少，只有公幼数量的1/5。有家长形容非营利比演唱会还难抢，不是快就有用，还得要是天选之人才会被抽中。到最后呢，大部分的人只好把希望放在准公幼上。2018年开始，政府为了解决公幼接送时间太早、非营利又太少的问题，推出了准公幼政策，由政府跟私立幼儿园签约给予补助，提供家长平价教保服务的选择。而依照教育部111年学年度的资料呢，目前准公幼已经占了全国私幼的46%，有将近1半的私幼都已经加入准公幼。不过这个看起来利益良好的政策却被抨击问题重重。根据儿福联盟的调查报告，准公幼的平均就读满意度最低，只有8.09分，跟其他幼儿园差距明显。
换句话说，政府花大钱补助准公幼，结果呢，家长反而最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呢，可以分成3大主因。第一是有超过20%的家长抱怨孩子的餐点不止不够吃，种类也不够多，不是每餐都有3色豆啊，不然呢就是早餐吃豆浆配馒头，点心又吃豆浆配馒头。再来是有超过1/5的家长说，他们知道幼儿园违规，但不清楚具体状况。最后是频繁的换老师，导致小孩子不愿意上学。那准公幼真的有违规吗？儿福联盟呢查阅了全国教保资讯网发现2018到2023年的记录当中，6都的准公幼违规率高达了33.7%。换句话说呢，每3间准公幼就有1间违规过。违规最多的事项呢是学校找来不具备教保资格的老师，占所有违规事项当中将近1/4。然后是2大超收问题，可以分成超收幼儿以及超收费用2种。目前法规规定，未满2岁的幼幼专班师生比要是1:8，而小班以上呢是1:15，而准公幼也预计要在113学年开始逐渐的呢调降成1:12。但有很多的幼儿园呢，看准家长不懂法规，违法将幼幼班跟小班混龄，偷渡人数，或者干脆呢让1位老师带20位学生，这不只造成安全的隐忧，也可能让老师压力过大，情绪失控，不止呢离职率居高不下，还可能增加虐童几率。而最后，某些准公幼会巧立名目跟家长收费，要求家长缴这个教材费啊、才艺费等等。如果不交呢，小孩在上课的时间就必须要自己去小房间。对于准公幼呢，一手跟政府拿补助，一手跟家长要钱的怪现象。有人质疑这些数据跟事件显示出政府只顾着拼准公幼数量，完全不顾品质。亲子天下采访相关的学者跟专家，发现准公幼政策有3大问题。第一呢是签约门槛太宽松，虽然说加入准公幼要符合6项标准但大部分的项目是开幼儿园就必须要遵守的法规底线。换句话说呢，只要你是合法立案的私幼就可以参加。而其中教保服务的品质呢，更是被专家批评毫无公信力。这个评鉴的方式是私幼自己下载教学自评表自行勾选。到底有谁会说自己的服务品质不好啦？而第二个问题是，签约之后，政府对于准公幼没有严谨的监督机制。有人质疑这些准公幼拿了大笔的政府补助，教育部却没有规定他们要做财报公开经费流向。那幼儿园到底把钱拿去哪，根本没人监督。除了法规不够周延之外呢，还有家长批评地方教育局要稽查，幼儿园事前都知道。很多违法超收的幼儿园早就带小孩躲地下室，或是安排户外教学躲避稽查，怎么样都查无不法。而最后，就算抓到违规，这些准公幼也不痛不痒。有人发现某幼儿园已经违规被罚5次，却还在准公幼的名单上面领取补助，而且这不是单一个案。有专家就分析说，之所以会这个样子呢，是因为目前的规定暧昧不明。如果准公幼违规，必须要限期改善3次之后仍然没有改善，或是屡次违反规定，地方政府才可以在下一个学年度解约。脸书靠北2职幼儿园的版主就气愤地表示说，违法1次都不应该，居然还可以违法3次，政府对于幼儿园业者实在是太过宽容。再加上近年来呢，因为准公幼增加，曾经供不应求的公幼也开始出现缺额，有的公幼呢甚至还招不满。有人就批评政府腐烂补助呢，放任劣质的准公幼抢学生，风评好的公幼却反而没人念，完全是本末倒置。不过，虽然批评准公幼政策的炮火猛烈但其实也有人觉得准公幼只是政府提供的平价选择，要求品质很好，反而很奇怪。有人认为教育部在新闻稿当中就已经清楚地说明，准公幼的合作对象是收费在一定额度以下的私立幼儿园。换句话说，这些幼儿园一开始收费就不高，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他们的设备本来就比不上高级的私幼，师资呢可能也跟不上公幼。那批评准公幼的品质比其他幼儿园差，实在有些奇怪，因为这本来就是必然的结果。而且虽然政府会补助业者，但也同时要求他们必须要逐年提高教保员的薪资。对于业者来说呢，他们的获利空间也很有限。所以部分的幼儿园呢，为了要维持甚至是提升利润，就是在法规下节省成本，才会有333色豆的情况。但只要符合营养法规，政府也没有办法管。糟糕一点的幼儿园呢，甚至会剥削老师，像是用3年1约的方式避开调薪规定，或是违法超收，赌家长不知道，政府也抓不到。有人认为准公幼的满意度会垫底，完全不意外，因为这些私幼本来就品质平庸，加入准公幼之后的获利空间还会被限制，进步的空间当然很有限。再加上其他品质好，大家抢破头也要去了一般私幼，完全没有诱因要加入，准公幼的品质当然好不起来。而另外一方面，教育部跟地方教育局针对民间团体的批评也给出了回应。
教育部强调，违规的准公幼除了依法处罚，地方教育局也可以自行衡量情节，在下学期或是下学年解约。但地方教育局解释，虽然解约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可是一旦解约，幼儿园少了政府的补助，一定会提升费用，经济压力反而回到了家长身上。要转学的话，风评好的幼儿园也不容易进去，小朋友的安置又会是一个新的问题。所以比起解约，他们更重视辅导。北市教育局的幼教科科长认为，辅导才有助于提升教保服务品质。只要经过复查，业者愿意改过自新，准公幼可以提供更多的平价教保机会。但同时，地方教育局也承认因为人力还有预算的限制，教育局的稽查难以掌握幼儿园及时的变动。像是新北市平均1人呢就要负责监督75家幼儿园，真的很难面面俱到。他们呼吁家长就要随时留意孩子跟学校的互动，一旦发现问题，要尽可能保留证据，及时通报。而最后，针对签约宽松没有监督机制的批评，教育部也承诺说，准公共契约呢以3年为一期，2024年8月即将进入第3期程，会聆听各界的意见，把幼儿福祉当作是最优先的考量，研究并修改相关的合作要件。那进入观点之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而且今天这支影片的主题就是会员投票选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或是有特别想要讨论的议题，都欢迎加入我们会员，每个月跟大家一起讨论，票选有兴趣的主题。好的，那话说回来，我们觉得准公幼的政策是为了回应少子化的问题，就政府会想要冲大签约量，并且加速普及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呢，也确实让很多的家长受惠，原本可能要上万元的费用，只需要月缴3000元，负担真的降低很多。但我们觉得目前的政策呢，过度注重价格便宜，反而会造成其他的问题。毕竟对于家长来说，送小孩去幼儿园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安全有爱的环境当中学习新事物，快乐的成长。所以老师的稳定性教学的品质、餐点的丰富性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可是我们研究下来发现有很多的准公幼所提供的托育服务，确实呢都偏向低标，甚至违法的幼儿园也不在少数。更重要的是，政府的监督力道也的确不够强。那我们担心准公幼的美意呢，反而提供给部分违法的劣质幼儿园保护伞。透过资金落差，他们可以一边领政府补助，一边用价格优势吸引不知情的家长就读，规避掉原本应该要被市场机制淘汰的命运。而这样的结果呢，对于认真办学的幼儿园来说，实在是非常的不公平。那今天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谈到幼教老师所面临的困境，比如说他们很早就要上班，中午不能够休息，下班之后呢还得要处理家长的讯息，这种高情绪劳动的工作呢，却没有展现在薪水上面，导致幼教老师的流动率非常高等等。所以很欢迎呢观众在留言补充，让我们可以关注到少子化危机议题的更多面向。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准公共化幼儿园一旦违规就应该要立刻解约退出吗？应该小孩不能够容许有任何的闪失，而且通常被抓到都不是第一次。B 不应该，我觉得辅导比较重要，愿意改过呢就应该要给机会。C 不知道第一次违规就退出，可以负担的幼儿园不就更抢手了吗？对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湾幼儿园。此外呢，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台湾托婴困境以及托育事故为何层出不穷。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